我最爱的霸总终于答应要娶我了，整整7年，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。可是，在挑选婚纱的时候，陆如风却不耐烦地说：“公司还有事，抛下我独自离开。”我心疼，让他不要着急，记得按时吃药。几个小时后，我抱在婚纱礼盒，兴冲冲地回家，却看到陆如风搂着林乔，在我们的婚房深情拥吻。陆如风对林乔说：“我的新娘只会是你。”我的痴情被他像垃圾踩在脚下，哭肿了眼睛的我决定逃婚。然后我就听到某位姓陆的霸总疯了一样的在寻找自己的未婚妻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躲在窗台下，怀里抱着婚纱。房间内，陆如风狠狠地拥吻着林乔，急切的神情，恨不能将她吞进肚子里。我不敢看，却又忍不住看。陆如风把林乔摁倒在我们的婚床上，林乔嬉笑着搂着陆如风的脖子，回头看到摆在床头柜上的照片，林乔拿起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相框碎了一地。看着他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就恶心，真是扫兴。陆如风看都没看地上的照片，笑着抱起林乔，在他耳边温柔地哄着，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才是他的未婚妻。我咬着牙将他们的丑态通通拍下，可泪水却控制不住地在落下。曾经，陆如风对我说过他天生冷淡，我丝毫没有怀疑。可现在看来，他只不过是对我冷淡罢了。我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哭出声来。可是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胆怯？明明是他们在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啊！泪水模糊了眼前的一切。我悄悄离开窗边，抱着婚纱，又不知道去哪儿，脑子中一片空白地走到花园，坐在凉亭，呆呆地望着紧闭的大门。秋风很凉，我扯紧衣服，可依旧冻得瑟瑟发抖。过了很久，林乔依旧没有离开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咬着牙起身回去。房间里温暖如春，空气里弥漫着香水味。陆如风健壮的背影晃动，他正在做手磨咖啡。这种事之前从来都是我为他做的，没想到他也会有一天去为别的女人做这些。听到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陆如风笑了起来，还说我弄疼你了，怎么起来了？趁热，他回过头，看见是我。那一刻，陆如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的脸色阴沉下来，像打量什么脏东西一样看着我，同时冷冷开口：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外面的脏东西不要拿进房间，谁知道有多少人碰过。”我下意识攥紧衣角，道歉的声音轻到连我自己都几乎听不到。这哪是什么脏东西？这明明是我的婚纱呀！陆如风不耐烦地望了我几眼，接着转过头去，不再说话。我转身，正巧看到出门的林乔，望到我，她漂亮的眉头立刻拧起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狠狠地甩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。火辣辣的疼痛让我懵在原地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。林乔没有丝毫罢休的意思，拽住我的头发，直接拖倒在地，嘴里还不断骂着下流的话。下意识的我想逃跑，可林乔却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，疼得我整具身体都蜷缩到了一起。陆如风伸手制止了他，只是不等我说话，他便阴沉着脸将我拽了起来。你明知道小乔有抑郁症，还非要惹他，天天不惹点麻烦就活不了吗？可明明是他一直在打我呀！我甚至没有还手。我想开口为自己辩解，可呼吸扯着我的肚子像被撕开了一样疼。林乔开口娇滴滴地说道：“不能都怪梦涵姐，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我应该控制好脾气的。”为了表达歉意，我扶着姐姐进去休息吧。
林乔原本是陆家养女，后来被亲生父母接走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又跑了回来。几年来，陆如风依然把林乔看作亲妹妹一样嘘寒问暖，只是我从没有想过，他竟无耻到把亲妹妹拉上了床。林乔没有送我去婚房，而是把我拉进客卧，关上门。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将我推在床上，眼神里满满的都是蔑视。夏梦涵，你也配和我抢男人？也不瞧瞧自己到底什么德行？林乔挑衅地瞥着我，嘴角里却全是不屑的笑。他夺走我抱着的盒子，几下将其撕开，发现里面装着的是婚纱后，用手一点点将其撕成碎片，随后全都丢在我的身上。可我此刻已经无暇顾及，因为我的心脏像是正在被一只大手抓住，疼得厉害。我哀求地看向林乔，求你帮我叫救护车。林乔打量我几眼，不屑冷笑，别说，装得挺像。说完，他对着我有些微微隆起的小腹狠狠踢了几下，瞬间我浑身紧绷，疼到几乎无法呼吸。林乔这才满意的甩了甩头发，转身出门。我孤零零地躺在床上，心尖儿就像是被针扎过一样的痛。厚厚的门板外传来两个人嬉笑的声音，我满心委屈被卡在喉咙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，憋得我只剩满脸的眼泪。我用被子捂住脸，大声地痛哭起来。为什么？陆如风如果不爱我，大可以直截了当地和我说，何必又让我嫁给他？眼看着我心心念念盼望了7年的大喜日子，却又去爱别的女人。临近深夜，陆如风才回到房间，他什么也没说，默默躺下。我再也无法忍耐，哑着嗓子道：陆如风，如果你不想娶我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让位。我以为陆如风会骗我，说他跟林乔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哪怕用最拙劣的借口，或者直接放手，让他的新娘变成林乔。可陆如风却非常不耐道：我作为大哥，照顾小乔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怎么谁的醋都吃？夏梦涵，你也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，不要总那么幼稚行不行？动不动就拿婚姻做筹码，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？我默默擦去泪水，勉强让自己的嗓音没有哽咽。你照顾她，到底是因为她是你妹妹，还是因为她是你的情人？陆如风马上呵斥：你够了！他刚说完，就紧张地看向门口，好像生怕林乔听到一样，然后转头对我冷漠地说：别想太多。我想太多，以陆如风的身份是不应该纹身的，可他偏偏在心口纹下一串数字和英文，那是林乔的生日和名字。我再三追问，他才告诉我真相。那天我和他大吵了一架，陆如风向我坦白，他和林乔确实有过一段感情，但分手后就彻底结束了。只不过当时纹身施刺得太深，根本无法驱除干净，还可能留下很重的疤痕。如果我介意的话，他愿意冒这个风险。那个时候我心疼他，不愿意让他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，于是就自己骗自己，只要他现在爱的是我就行了。现在看来，我真是太傻了。他真正爱着的永远都是林乔，而我不过是个玩物。7年，女孩子最可贵的青春，我心里的委屈无处宣泄，最后变成失魂落魄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疑神疑鬼，可心里响起另一种声音：不爱我的男人，我不想要了，我不想成为陆如风的新娘了。陆如风没有说话，他默默起身，在阳台抽烟，再回来，轻轻把我抱在怀中。他父母去世很早，孤苦无依，身边全是觊觎他财产的亲戚朋友，恨不能盼着他也赶紧去死。所以陆如风谁也不相信，
然后我就傻乎乎的爱上了这个冷如冰山的男人。我陪着他，不分日夜，照顾陆如风的起居饮食，生怕他吃得不好，睡得不香。为了应酬，他经常喝酒喝到不省人事，我就整晚守在床前，给他喂水喂药，用毛巾擦汗。他翻身，我就得让他侧躺，只是怕他醉酒呕吐，出现意外。陆如风感动的时候，总是轻抚着我的头发说：“此生不忘，这辈子他一定要让我做他的新娘。”直到林乔投进陆如风的怀抱，我疑惑，我质问，陆如风却说：“林乔从小没有安全感，他是他唯一的依靠，还让我对待林乔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。”我做到了，陆如风也做到了，而且做得更好，直接和妹妹上了床。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怒，推开陆如风，他有些气恼，却没有再说话，起身离开房间。看着他决然的背影，我失眠了，回想起自己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只感觉不值。第二天醒来，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是疼的。陆如风进门，看到我瘫倒的样子，显得很不满意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本来还想送小乔回家的时候，顺便带你出门，算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”顿了顿，他有意无意地嘟囔一句晦气，然后陆如风走了。我的心像是漏了一拍，喘不过气。他生病的时候，我恨不能让自己替他受罪。现在我被林乔踹伤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晦气，我已经哭不出来，可我不甘心，我不相信，曾经也对我温存过的男人，对我就没有丝毫感情，哪怕他只是对我说爱过，我都愿意大大方方把位子让给林乔，并且真心实意地祝他们幸福到老。等了整整一天一夜，陆如风都没有回来，我忍不住打开手机，看他在干什么。然而我失望了，或者说我绝望了。林乔在朋友圈发了9宫格，每一张都有陆如风的身影。香山的秋叶，只有和心心念念的人在一起才最好看。我放下手机，闭眼，泪已经哭干了，只剩下空荡荡的心。7年了，哪怕我抱着的是块石头，也该捂热了吧？可他呢？对我视若无睹，去陪他的妹妹看风景。心脏不住的抽痛，让我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很快，救护车便把我送进了医院。我感觉昏昏沉沉，反而没有那么难受了，整个人都像要飘起来一样。诊断过后，医生面色严肃：“你知道不知？你怀孕了，只是孩子现在要保不住了。”我一时愣住原地。医生说必须马上人工流产，否则我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幸亏来得早，再晚点儿，指不定现在已经死了。然后医生问我老公呢，需要他的签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笑了，笑得泪水湿透了衣领。我犹豫许久，才拿出手机给陆如风拨打了电话。果不其然，迎来的只有他的不耐：“你怎么那么娇贵？小乔不过就碰了你一下，去什么急诊科？我这边还有事儿，等公司的事情忙完了就回去。”他话没说完，我就听到林乔的声音，他大声地喘着气，故意撒娇，让人一听就知道在做什么。电话被猛然挂断，医生似乎猜出了我的遭遇，让我自己签字，随后默默地走了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望着惨白的天花板，突然间，我不想放手，我不想放过林乔，也不放过陆如风。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，还差点害死我。挣扎着，我再次拿起手机，拨打了一个没有姓名的号码。“你不是想要陆如风的一切吗？我给你，不用怀疑。现在我和你一样，只想毁掉他的一切。”电话那头笑了，深沉的男声回答：“谢谢夏小姐的赏识，正好我手头有一笔钱，数额应该能够让你满意。”我挂断电话，像是自己把心挖掉一块，
那不仅仅是陆如风的心血，更是我的心血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什么都想，又什么都不想。手术室灯光冰冷，我失去了这个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孩子。足足睡了几十个小时之后，电话把我惊醒。对方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过来，确定订婚礼的地点、场地布置和具体流程。我本来想说订婚礼取消了，转念又一想，凭什么我就这么把位置让给林乔？我听话，我懂事，已经足足7年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背叛。林乔如果想要我的位子，那就得把脸面扔在地上。于是我向礼仪公司说自己要和未婚夫商量，我就给陆如风打去电话，忙音再打，还是没人接。不得已，我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，这次终于接通了。助理告诉我，今天林桥的咖啡馆开业，陆如风带着很多人给他捧场去了。我在笑。陆如风郁郁不得志的时候，我始终陪在他身边，等他的事业走上正轨。我说自己想要开个小小的店铺，让疲惫的人可以到这里看书休息，在喧闹的城市里有个僻静的角落，享受一段宁静的时光。陆如风不同意，说他忙公司的事情就已经够累了，我得照顾他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，需要悠闲看书，让身心宁静的人其实就是我。既然他拒绝了，我也没有坚持。现在倒好，上赶着给林乔圆梦。我打听到咖啡馆的位置，不顾大病未愈，坐车赶到那里。金褐色的主色调，绘画玻璃门窗，铁皮吊灯，橡木吧台，是林乔喜欢的美式风格。我走进门，欢声笑语猛然间沉寂下来，陆如风的笑容僵住了。他阴冷着脸走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拽出门。陆如风力气大，把我抓得生疼。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，又来这里瞎闹什么？非得把场面弄得大家难堪你才开心吗？我心里万般委屈，只感觉真是天大的冤枉。盯着陆如风一字一句地说，你总是说我闹，可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什么时候没有维护你的脸面？我哪一次在别人面前跟你闹过？还是跟林乔闹过？是不是只要我出现，即便一句话不说，在你眼里也是闹了？陆如风哑然，踌躇半晌，他脸色缓和。我只是怕你又胡思乱想，没由的吃醋。我笑了，我不会吃醋的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找你，只是因为你电话不接，礼仪公司那边催流程。陆如风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掏出手机，上面有几个未接电话。他淡淡地说，太忙了，忘了把静音调回来，你就跟礼仪公司说，我有空就去。我无奈，略带讽刺地问他什么时候有空。陆如风又马上不耐烦起来，总得等我忙完吧？你没看那么多客人等着招呼？我笑着点头，转身离去。陆如风忽然喊住我，想说什么，却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是让我赶紧回医院，不要到处乱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不要再来打扰他和林乔。我没有搭理他，直接去礼仪公司赔给他们超乎预料的金额，直接把所有活动取消。陆如风不会知道这件事，他从不关心。我回家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出门，果不其然，陆如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他在忙着和林乔缠绵，只有在订婚前夜，他醉醺醺地给我打电话，让你的家里人都懂点事，不要跟你一样胡闹，别跟网上很多视频那样，又是堵门又是勒索。我不惯那些臭毛病。我靠近沙发，笑着答应，确实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已经让家里人都度假去了，他们累了半辈子，老实巴交了半辈子，还要被人怀疑会敲诈勒索，受这个气，不如去外面走走。陆如风冷哼着挂断电话，我随即拨打
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，把钱转到我的账户吧，一切都是你的了。当我在新的城市落脚，手机里满是未读信息和未接来电的红点，熟悉的不熟悉的亲戚朋友全都试图联系我，最多的当然是陆如风。夏梦涵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我去接亲，你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去订婚现场，也是空的。你不想订婚就直说，现在搞得小乔还以为是他的原因，差点寻短见。这些都不提了，你让公司的那几个高管临阵倒戈什么意思？他们现在跟沈仲赫联手，我在公司就寸步难行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梦涵，我知道你对我和小乔有些误会，你赶紧回来，我们订婚好不好？7年的感情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的是小乔吧？我爱的是你啊！陆如风说得很对，我们确实有7年的感情，但这份感情早就死在他亲吻林乔的时刻。他总是以为，不论自己做什么事，走多么远，飞多么高，我都会站在原地等他，等他来娶我。所以他肆意妄为，践踏我的爱，就像践踏小草，踩烂了，春风一吹，又茁壮生长。我看完陆如风发来的所有信息，拉黑。结果林乔居然给我打电话，我毫不犹豫把所有不认识的号码全都拉进黑名单，可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联系我，把我逼急了，直接关机。我长长松了口气，迈步走出机场，见到大学同学李淼的时候，他震惊地瞪大眼睛，我的天，梦涵，你怎么成了这副鬼样子？这是减肥减过头了，还是油尽灯枯了？我没好气地打他一下，你才油尽灯枯呢。他笑嘻嘻地拉着我去本地的美食街，坐在古香古色的雅间，我喝着温热的黄酒，倾吐心里的憋屈。李淼越听越气愤，拍着桌子大喊，这种渣男扔了就对了。我赶紧制止他的疯癫，让他淑女一点。他不屑，淑女淑女，你倒是淑女，结果呢？我无奈地笑，是啊，结果呢？吃得肚皮滚圆，我也有了3分醉意。李淼拉着我又去划船玩水，深秋的风乍寒还暖，我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自由自在。一时间我恍惚了，我几年来都在围着陆如风打转，都要忘了自己也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我也要有属于自己的家。于是我拉着李淼去买房子，不需要太大，也不需要太好，能让我身心轻松就行。最终我看中郊区一个小小的院落，简单的房屋，院子里可以养花种草，还有个废弃的鱼池。房屋的主人要价不低，好在沈仲赫给的钱足够我这辈子吃喝不愁，所以我痛快答应房主的条件。几天后办完过户，我终于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家。10来天的时间，我和李婷逛街，买衣服，买包包，买手机，买。闲暇的时候都在收拾小院，她男朋友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忙。很实在的男生，有些腼腆，他往往低着头不说话，只顾干活。我羡慕李婷找了个好男友，他却撇着嘴，闷得像头牛，倔得像头驴，这也能算好？我笑了，你要觉得不好，让给我怎么样？反正我现在也单身。他立刻急了，哪有挖同学墙角的？你想男人也别打我家的主意呀。说完他自己先笑了。我问他什么时候结婚，李婷摇摇头，说这2年男朋友换了几个工作，好容易安稳下来，先攒钱再说。他家庭条件一般，男生家里也不算富裕，想着存够积蓄，起码要孩子的时候压力小。我心里就像被一只手轻轻攥了一下。曾经我也躺在陆如风的怀里，幻想我们将来有了孩子应该叫什么，可是他并不感兴趣。现在想来，应该是本来就厌恶我，连带着厌恶我会有孩子吧。
我悠悠对他说：“如果确定，还是趁早结婚，也趁早生。我们的年龄不算小，真要等到攒够钱，恐怕已经是大龄产妇了。到时候不但更花钱，还危险，一来一回，等于白白浪费时间。”李婷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顿时摆出恍然的样子，然后马上叫来男友，说要结婚。憨厚的男生再也没有木讷的神情，满脸的震惊和喜悦。这个样子，我在陆如风脸上从未见过，哪怕他装都没装过。原来，男生听到自己喜欢的女孩要嫁给他，就像捡到宝藏的拾荒人。李婷脸色微红，装模作样的踢了他一脚，让他干活去。男生笑着转身走了。他回头看到我，突然说：“要不你也赶紧找个吧。”俗话说得好，治疗失恋最好的方式就是新的恋情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心伤未愈，何必再添新伤？李婷见劝不动我，也就没再提起这回事。忙得差不多了，她搂着男朋友的胳膊向我告别，两个人偎依着离去的背影，消失在夕阳洒下的金色光芒里。我轻轻舒口气，看向自己的小院，清澈的池水，郁郁葱葱的花草，一张小桌，一把藤椅。我拿出新买的书，撕开包装，把封皮放在桌上，依靠在藤椅，享受文字带来的安宁与柔美。恰在此时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我轻轻皱起眉头。这个新手机换的新卡，谁会打电话？接通，居然是公司的八卦女神。不等她说话，我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？”她满不在意：“当然是老鸟告诉我的呀。”老鸟，公司的女生们给沈仲鹤起的绰号。就很快，她为什么要把号码给他？八卦女神压抑着笑意说：“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跟你报喜呗，你听了肯定解气。”我让她讲，她说：“那天你取消订婚礼仪，直接逃婚。”老鸟知道这回事，就上赶着要看陆如风的笑话，所以他把全公司的人都喊过去捧场，还准备了超多礼花。结果陆如风发现你家里直接空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气得完全没了霸总的风度。他说什么你不愿意嫁，有的是女人等着嫁给他，就拉着林乔去订婚现场。到地方一看，也是空的，那脸色跟吃了毒蘑菇一样。老鸟还故意让摄影师对着他拍，他在亲戚朋友面前挂不住脸，就跟老鸟起冲突。万没想到，老鸟直接喊来一群媒体，采访他出轨把你逼走的事情。陆如风哪能承认？老鸟就让他看某音，你拍的他和林乔偷情的视频都已经上热搜了。陆如风因为一个贱人丢了未婚妻，又丢了公司，大家都等着看他俩怎么收场呢。果然，整整7年时间，陆如风从没有给我发过那么多信息，也从没有那么急切地找过我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他失去对公司的掌控，而不是因为失去我。在陆如风心里，我永远是最不重要的那个。我挂断电话，继续看书。清冷的风让我不由得收紧衣服，就像我抱着婚纱回家的那天。天色昏暗下来，我放下书，肚子饿了。不远的街道有几家上好的风味小吃，我出门上锁，刚转身，被忽然出现的陌生男人吓了一跳。他穿着宽松的亚麻衣裤，戴着眼镜，头发一丝不苟。陌生男人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刚才吓到你了。”我警惕地问他什么事，他说：“原本我想要这个小院，只是手头紧，等有余钱的时候，我才听房东说已经卖掉了。我还想着这是何等暴殄天物，不过看到你，我才知道小院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女。”我哑然失笑，这个人说话文绉绉的，说他精神有问题，偏偏那么诚恳。他介绍自己叫顾倾城，我心说好家伙，这名字可够狂妄的呀。
没有多想，直径去吃饭。没想到顾倾城亦步亦趋，跟着我走到美食街，我心里砰砰直跳，以为遇到了坏人，没成想各个店铺的老板都跟他热情地打招呼，甚至烘焙店的小老板端着刚出炉的梅花糕请他免费吃。我很惊异，忍不住回头问顾倾城，他是不是这里的住户？旁边的老板说，他不住在附近，但只要开店做餐饮的人都认识他，因为顾倾城是美食探店博主。我顿时恍然，来了兴趣，问顾倾城有没有推荐的东西。他二话不说，带我去一间小小的店铺，昏黄灯光，干净的玻璃橱窗里满满当当都是花饼。顾倾城请客，点了好几种，桂花、芍药、玫瑰、薰衣草，一口下去，清香沁透心脾。但这东西不当饱，我又去旁边买大碗的油泼面，顺便回请顾倾城，也没管他，我自己吃得稀里呼噜。顾倾城跟酸秀才似的，吃一点儿，摇头晃脑，晃完了再吃一点儿，接着摇头晃脑。我被他晃得头晕，一抹嘴巴，直接要走。刚出门，电话又响，还是八卦女神。我接通，想告诉她，我对陆如风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以后不要再打给我。结果他疯了一样，又喊又叫。梦涵，陆如风和林娇打起来了。我的天，是真的在打呀！赶紧通过我的好友申请，我把视频发给你。我不想看，但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忍不住接受他的申请。很快，对话界面传来一段视频，我点开，美式风格的咖啡厅里，陆如风早没了风度翩翩的样子，他的定制西装被扯得乱七八糟，脸上也被抓了几道血痕，而他仍然死死抓着林乔的头发，往他脸上猛扇。林乔一边大哭求饶，又一边骂他无能废物。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指着他们面露鄙夷，却没有人想要上前阻止。我不禁问八卦女神，知不知道怎么回事？她连说知道。林乔自从开了咖啡厅，只接待那些精英名流，她不改勾搭别人的性子，背着陆如风偷情。本来这种女人做出这样下贱的事，倒也算是正常。问题就在于陆如风失去对公司的掌控，处处被沈仲赫压一头，最后股东大会上更是出现要卷铺盖滚蛋的苗头。陆如风非常郁闷，就去找林乔，结果他看陆如风失势，脸变得比谁都快，不但拒绝陪伴陆如风，还公然说自己已经有了更好的追求者。这下可把陆如风惹怒了，当即问他是谁。林乔一连说出几个名字，还恬不知耻地让陆如风看他留下的纪念。陆如风真疯了，不顾一切地殴打林乔。我感到好笑又可悲。忽然背后传来闷声闷气地问：哇，你笑得好猥琐。我吓一跳，回头发现是顾倾城，没好气地说：你才猥琐，看未婚夫打他的小情人，这叫大仇得报。顾倾城一愣：你有未婚夫？我愕然，苦涩一笑：退婚了，前任未婚夫。他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端着碗还给老板。就在这时，八卦女神又打电话。我疑惑，我这不看完了吗？接通，她颤抖着嗓子说不出话，然后惊叫：杀人了！陆如风把林乔给杀了。陆如风把林乔杀了。那一刻我惊呆了，整个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。对话界面再次传来视频，我深深呼吸，颤抖着手指点下去。咖啡馆的门口，陆如风依然攥着林乔的头发，恍若失魂。林乔躺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脖子横插着一把尖刀。我立刻闭上眼睛，慌乱地关闭手机。忽然我感觉喘不上气，越呼吸觉得越窒息。我眼前一黑，站不稳，就要向后倒。
但我没有倒在地上，只感觉倒进宽阔温暖的怀抱。顾倾城满脸关切地看着我，伸手掐住我的人中，他力气贼大，差点没把我眼泪掐出来。我急促喘过气来，赶紧推开他的手。顾倾城跟没脑子似的，直接把我抱起来，疯狂跑向路口。救命！有人吃油泼面，要撑死了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